坦白讲，李耀社长推荐这款酒是真的好，而且我喝高粱酒那么多年，我觉得这个香气跟这个口感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喝到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我让你舒服。欢迎收看李耀社长的一瓶酒，我是李耀。从2015年2月13号实施金门县历经战地政务时期，55岁至64岁3节慰问金，至今年中秋节起暂停发放，并改为发放59.2度感恩酿金门高粱酒。但为什么这一次会发行感恩酿呢？而这感恩酿的由来又是什么呢？金门作为两岸军事角力的最前线，也实施长达36年的军管，因此在金门当地有着十分特殊的民防组织，又称金门民防自卫队。民防队的成员为一般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皆纳入任务编组，依照年龄、性别来分派任务。战争时，民防队除了得配合国军作战，还得负责到前线抢滩运补，平时则负责协助军防挖坑道、建碉堡，生活十分辛苦。现在就为各位观众连线到前往战地金门的特派记者于优拉。优拉，你在线上吗？优拉，对，他在线上。社长，我现在人就在金门，接下来我们就来访问当时曾经参与金门民防自卫队的英雄们现身说法。请问你们有什么看法呢？他们不发一语。尤拉特派员，请认真一点。现在我们就来访问曾经参加过民防自卫队的张碧兰女士。你好，请问一下，你现在几岁啊？严格来讲应该是58吧。那所以你当时在参加是几岁？高3毕业应该是18岁。我自己查资料的时候是看到说，女生的话好像是16岁到50岁，是吗？每个年代都会不一样。以我那个年代，我是73年开始受训，我那个年代是16岁到35岁未婚，所以结婚之后就可以停止任务了。对，结婚之后就是自动解招。那你的任务是到几岁截止的呢？我到民国80年元月份最后一次受训，我算是民防自卫队末代。那你当时就是在接任务的时候是担任什么职务呢？我们妇女队的它的任务会比较繁琐，除了护理，还有心脏喊话、自卫、枪支分解、保养之类的。会很辛苦吗？其实人人处在当下，也觉得习惯了，还好。那平时你们是自己有自己白天的生活、白天的工作吗？对，不过每次到了受训期间，大家也都很自动的，也不用请假，因为老板也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他这个算是分时间分批，然后去做训练，还是一次全部的人？我们有机动队、有守备队的妇女队，所以它是有分期。有分时间的，不然全金门岛都净空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当自卫队的这期间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年的受训，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因为当初有开放几个投掷手榴弹的一个名额，我就选上了。对，所以你是真的有实际丢手榴弹。对，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看电视，人家丢手榴弹，我还会说这个姿势不对，这样会爆到自己。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受训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助教。我发觉那个助教比我还紧张，因为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把手按紧，把它插销嘛。你的手一放它就爆炸。助教真的比我紧张，那个双手把我握得死死的。免惊，我金门走囡仔啦，免惊啦。这是我受训8年印象最深刻的。那我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是想要问说，战地任务结束了一段时间了，是的，你还会就是常跟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姐妹们去聊这一段历史吗？常常会跟我台湾的朋友来分享，有幸成为金门女自卫队，我骄傲。真的，台湾的民众都要非常谢谢。是的，感恩你们，谢谢，谢谢你辛苦了，也感谢你们后方给我们的资源。谢谢这位曾经的民防自卫队员，您的坚毅不拔令人为之感动。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访问金门县国庆阅兵促进会的理事长张德泰先生，还有洪国泰先生。想请问你们当时进入这个阅兵队的时候是几岁？18岁参加国庆阅兵，我应该是20几岁了。国庆阅兵是参加了以后，我们才有这一个组织啦。国庆阅兵以前，他们那个游行也算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国庆阅兵的成立组织就吸收62年到
76年的，有参加过的。有参加的。开始训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差不多8月24号，一直到9月底，然后就到台湾去。我听说就是国庆阅兵的时候的训练，它的辛苦程度是超越自卫队的，是吗？绝对超越。100%会超越。基本上自卫队不会训练正步的，正步现在是最累的啦。那可以就是请2位大哥帮我们演示一下什么叫做踢正步吗 OK， 好，好，可以。起步走，正步走。看2位大哥姿势100分，不知道能不能带尤拉挑战一下。1、2、1、2，起步走，正步走。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是在踢正步还是在2人3脚，可是我觉得虽然只有就是经过这一次，但是真的是非常辛苦，真的是谢谢2位大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参与这次的采访。当时的确是一段烽火的岁月，虽然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已经在人们心中刻下深深的伤痕。这一次金门酒厂发行的感恩酿，唤醒了我们当时保家卫国的历史，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和平比什么都珍贵。以上是金门特派记者于尤拉在金门为您做的连线，我们现在交由给社长。谢谢尤拉，感谢当年的英雄，让我们在现在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这一瓶首发版59.2度感恩酿金门高粱酒。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谢谢。那我们来到金门的非常有名的酒庄，就是纯心，然后邀请到纯心的老板娘接受我们这一次感恩酿的采访。谢谢老板娘招待我喝这个，我应该是我们公司第一个人喝到的。我每喝一口，我都是满满的感动跟感恩。老板娘，你这边开店开多久啦？大概10几年。那你就是对于这一次第一次遇到感恩酿首发有什么感想？因为这次我真的是非常深刻，而且很感动。我自己本身拥有领这个感恩酿的权利，我是57年次，所以我是第一次领感恩酿。对这一支酒的投入跟感情，内心的感动，我觉得我们县政府这一次这个美意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金门就是酒等于钱，有钱就有酒，有酒就有钱。我是蛮好奇的，就是像3节啊，跟这一次的感恩酿，你们都是怎么样去跟民众收酒的呢？珍贵的东西，很多人都舍不得卖，不好收就对了。对，这么好的酒，然后这么多人喜欢，收得到吗？还是要想办收法。不到。像现在我就有一点头痛，因为有一个客户说他要收168打，那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的酒是这样子，当需求很大的时候，它就1日3价，所以我们要买酒，我们要有眼光，要比别人更有眼光。它刚推出的时候就要赶快入手。那我觉得感恩酿真的很不好买，有没有就是台湾那边的人直接专程过来跟你买感恩酿呢？有啊，因为我们现在来金门岛内买酒，因为金门岛内免税，带现金来又大家都高兴。有机会遇到感恩酿的话，绝对不要手软，赶快把它买起来。老板娘，那我们来喝喝看好了。来，不要干杯了哈，慢慢品，因为你从每一口品酒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感受到这一支酒的特殊的地方。那你觉得它特殊的地方在哪里？我在第2次喝的时候，我突然间它怎么那么特别的不一样？那我里面有喝到它那个老酒厂那个黑岩酒的独特的乌梅味道，所以我现在为什么168打舍不得卖，就是在这里。你看黑岩酒一支现在要最少要1500以上，那你看这一支感恩酿还不赶快买？对啊，到底多少钱？哎，你刚才讲那么久都不讲多少钱？我现在不能透露它多少钱，真的假的？因为万一我讲太便宜我买不到，我讲太贵人家会觉得我怎么开这么高，只能说每天它都在变化。对，因为它原本就是送给就是民防自卫队，本来就没有一个官方的价格，对不对？对，它没有公定价，所以这一支酒认同的人再贵他都会舍得买。你再喝，换你说出你喝出它的什么感觉？我觉得好像真的喝到黑原酒的感觉，但是我还是不确定啊。我知道了，等一下我就直接去金门酒厂问一下我们的品酒师。对，我由我们的专家来好好的介绍，说出他当初为什么要挑这么好的酒来装这一瓶感恩酿。真的非常感恩，谢谢你老板娘。
师傅，我刚刚去纯心老板娘那边，她说这支有黑原酒的味道，没有错，这支感恩酿哦，在基酒方面呢，精心的挑选比较优质的基酒。那要让基酒的风味更加的突出，我们特别去挑选20年的老酒，还有12年、11年、9年不同风味的老酒呢，将它的基酒啊，整个口感跟丰富性把它提升上来，所以在整个口感跟饮用上啊，可以明显的去发现啊，层次啊非常的多，而且随着时间的堆叠哈，陈化的效果会越来越好。你说的有没有黑原酒啊？对，厉害的人可以喝得到这个味道，当然也有一些黑金刚的味道也在里面。我们也掌握那个勾调的一个熏法啊，未熏未焖陈9天，就是将它的陈酒的味道把它凸显出来。有很明显。有啦，这杯感恩酿你来试看看。那我们就干杯吧。有啦，干杯就干杯，不需要交杯酒好吗？谢谢你。师傅真的有黑原酒的味道哎！我要赶快回去跟社长报告这个好消息。好的，你赶快回来吧。告辞，师傅。不过话说回来，这一瓶首发版感恩酿有几个特点。第一，金城厂一直以来都是以红砖发酵池著名，红砖池里面的空气会培养累积大量的微生物，长期累积下来，对于酒质会产生独特的影响性，会演化出独有的酒质风格，且酸质量较高，更适合陈年。所以感恩酿这次选用金城老厂作为酒基勾调。第二，官方指出，感恩酿勾兑20年、12年、11年、9年以及基础年份酒体，年份加总起来合计55年。这也是向历经战地政务时期55岁以上的居民致敬，更是感恩酿完全不辣口的主因。第三，根据本台深入询问，酒基的挑选使用大量的黑原酒为主题，使其感恩酿更加的圆润。最后，在酒体的调整上，取更多的酒尾段，摘取更多高酒精的酒心，才能够完美勾兑出少见的59.2度感恩酿金门高粱酒。什么状况？我来陪你喝酒了。你怎么那么快就从金门回来了？因为我想要跟你一起喝啊。好吧，咱们就进入品饮环节。耶！来吧，59.2度的感恩酿。没有问题。好，来这一瓶酒各位，它是第一次首发，所以呢，它是在中秋节左右去发的。然后呢，数量多少呢？各位，55岁到64岁，经过我去金门县政府主计处的这个收藏，一共大概有17000多人左右。然后这每一个人可以领24瓶，你乘下来大概是40万瓶左右，比这个黑原酒还要少很多了。黑原酒是60万，因为这一支酒听说了有放20年、12年、11年、9年，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老酒的基底在里面。为什么会放这么多老酒基底呢？因为毕竟调酒师他说了，谁来领啊？不就是我爸爸来领吗？调酒师才没有这样说，他是为了感恩您防冰好吗？你看，我还没有闻香，近距离闻香，它的香气已经喷发上来。对，已经冲出来了。对，说真的，真的有黑原酒的那种感觉，有那种圆润、酸的果香味，很浓郁，非常浓郁。而且它直接有一个主调性，我认为是柑橘的主调性，酸酸甜甜的。而且酒体我刚刚讲说是非常圆润饱满那种感觉，感觉它是个油脂很厚重的一款高粱酒，很棒的一个甜香，而且有接近一些比较落梨的感觉，果香味比较重，所以香气其实已经蛮高的分数。怎么样，喝了是不是？喝酒前不画一滚哦，喝喝看，来吧。也很特别，它有很棒的橘香，而且坦白讲它有淡淡的一些比较酱香的味道，真的如同我们闻香一样，它是非常饱满，而且油脂非常非常丰厚。我印象中好像不到600块非常超值，而且你入口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那种陈年沉香的感觉，立刻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是老酒吧，好明显，非常非常明显。我觉得你一定要喝喝看。你以为600块的酒就是比较年轻的酒吗？没有，这一款酒600块而已，领的时候600块，领的时候不用钱啊。社长到底知不知道这款酒是用来感恩的？它整个这个余韵在你的那个舌头两侧，然后开始慢慢生津，然后开始有一些水果调性那种蜜饯的那种感觉，很强烈的水果，然后柑橘，然后很浓郁的酸酸甜甜的味道。但是喝下去的时候，就是喝起来会比较沉稳，你马上就可以喝到老酒的感觉，很符合高粱酒的调性，叫绵甜爽劲，在你那个口腔里面整个那个绵密整个化开来。所以这一款酒，坦白讲，李奥社长
推荐。这款酒是真的好，而且我喝高粱酒那么多年，我觉得这个香气跟这个口感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喝到过，而且真的好好喝。你买回去不好喝，你打电话给我。下一句抱歉我不会接。真的呢，勾兑了很多的老酒进去，然后呢，它又是用京城老厂的这个酒的基底。我觉得它现在一开瓶的时候就那么好喝了。高粱酒人家不是很流行，就是你要放个2年、3年还是5年再开瓶，那个味道的纯度、油脂感又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好好奇哦。而且我觉得这个后市可能看涨，因为你现在目前首发版在买的时候就是沉香，只有给这个55岁到64岁的金门居民去领取。领取完以后呢，你现在是不是在二级市场再买到了？我觉得能够在这个1000块以下能够喝到这种沉香味的老酒，其实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我觉得未来它的增值幅度应该看涨。为什么呢？回应 K 大所说的，要喝别人才会传出去，传出去好喝，它才会涨。如果你今天买回来的酒都不喝，都不流通，那怎么会涨？它完全都符合这以上几点。难道金门云顶啊，介绍给大家。金门云顶哦，是哇，你讲的真好，这个句哦，这句可以放我们的标题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好，这是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金门感恩酿，而且是59.2度，少见的高酒精度数的高粱酒，而且又适合成年，介绍给各位。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咱们里奥社长来品酒，下礼拜见，拜拜。